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元。今天这个影片呢，就是野仗的教学。那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厉害打野仗的玩家，但是我时常在直播的过程中呢，就有不少的观众就询问我究竟是怎么操控的。那当然，平时我用的方式就是点点模式啦，但是今天我给的教学比较多都是近战的，因为我们要用远征来做练习。这边会跟大家讲要如何去练习，然后要怎么知道我是怎么点击的。所以今天我也是准备了这个滑鼠的按键，各位看到吗？如果是左键的话是蓝色的，右键的话是红色的，大家可以更直观的看到我究竟是点击了没有。也因为今天这个影片是教学影片啊，所以我尽量在教学的时候不要剪辑，中间会比较多空白停留没有讲话的时候啦，这个各位你们只能接受了。因为平时我的影片是剪辑的很干净的，就是我讲话都是顺畅的，中间没有停顿的，但是因为这个是练习，所以还是多多少少得停顿一下啦，因为我们要等部队去攻击敌人反击之类的嘛。这里先跟大家说一下，正常我们战斗状态下呢是不会太用到键盘的。键盘会用到的情况下，第一就是我们要回去城市治疗，第二就是真的你全部部队要撤退的时候，我们要点选 R 键。另外一个就是当我们部队治疗之后，可能你要点击你刚出来城市的那个部队，你要全选部队的话，就会用到键盘。只有这3种情况下会用到键盘而已，这个是我本人啦，其他的玩家可能会在更加多的情况下需要用到键盘，这个也不一定。所以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讲一下键盘。像键盘的话，其实它有一个全选所有部队的按钮，但是我已经把它的设置改成只是点击一个按钮就可以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原本它点击所有的部队呢，好像是 Ctrl Shift 加 Z，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你要点选3个按钮才可以选中你所有的部队。但我是把它改成E了，为什么要改成E呢？因为 E 在 R 键的隔壁。就比方说你们可以注意看我的个键盘，像我部队还在派途中呢，我就可以一直点选 E 键。新出来部队肯定不会选的嘛，那我又不想选这个多选，然后勾选部队，我就可以直接按 E 部队，然后让我部队全部都被我选中，就可以操控。回城的时候我只是需要按 R， 要治疗的时候按空白键，回去城市治疗结束之后，我再点击我部队的头像就会出到外面，再继续打架，就这样子而已。如果你是用点点模式，你只是需要把你的画面再往后缩小一点点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关于我键盘的改动啦。通常我只会用到 E、R 跟空白键这3个按钮而已，其他按钮正常情况下是不会点击到的。所以今天这个教学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必要用到键盘啦，比较少用到。那我们现在先回来远征这边跟大家讲要怎么去练习。所以这边我们先练习近战，你要如何去判定对方有没有在攻击你，你有没有在攻击对方，为什么会反击等等这些东西我会跟大家解释。那里我先把画面放大给大家比较容易去看啦。那首先就是选择你所有的部队，然后点击让他去攻击你的敌人。然后你们注意看我是怎么操作的。先让你的部队全部集中在一个点上去攻击敌人，然后再点击空地，你的部队就会自动攻击敌人了。像这样子，你要确保你的部队全部都有进入这个红色战斗的状态，然后怒气确保要有提升。那如果没有进入战斗状态，怒气没有提升的话，会变成怎样？这边我也是示范一次给大家看啦，就是我不要先让我的部队集中在一个点上，我直接去攻击我的敌人，像这样子。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只有2个部队会点击到敌人，甚至更惨，可能只有1个部队而已。OK， 像这样子，我先让2个部队都进入战斗状态，其他的部队并没有。这个时候就只有我2个部队会进行反击而已，甚至更惨，只有1个，看到吗？只有1个符号是在战斗的情况。所以为什么让大家集中在一起，就是你可以让你的部队同时间反应。像我这边全部集中了，我点击的时候全部部队就会马上变成红色的攻击标志，然后你只是往后退一格再往前，你的部队就会全部集中在一起了。
因为有时候大家操作的时候一直拼命的往前点，但是部队还是依旧不会集中在一起啊。这边我示范给大家看，像这样子部队已经扩散，但是你一直这样子点，你的部队从始至终还是会有一个部队在外面。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其实你只是需要往后一格这样子点，让你的部队撤退一点点，再往前集中，你的部队就会全部集中在一个点上，像这样子。这个你们可以多练习啊，就是往后一格，然后再往前，让你的部队全部集中，确保你的部队全部都有进入战斗状态，怒气都有提升就可以了。因为有时候这个红色的标志是会骗人的，就是你以为你的部队已经在战斗状态了，实际上它并没有，它只是单纯的被 AOE 给攻击而已。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示范，像这个关卡是在远征第79的关卡，我们这里有很多个统帅都是有 AOE 的，我现在只是攻击一个目标而已，就比方说像里程柜，然后这边另外一个里程柜就会来攻击我，但其他的部队我是没有攻击的，我只是攻击第一个里程柜而已，所以我的部队正常来讲会把第一个里程柜给打死。所以这边你们可以看到第一个错误，就是我没有点选到其他的部队，我只是点一个目标而已。当我这个目标死掉之后，你们可以注意看我其他部队的怒气，看到吗？亚瑟的怒气已经不会再提升了，嬴政也不会再提升了，然后霍去病他已经退出战斗状态了。我只是单纯被 AOE 给攻击，你实际上看到，这边全部都进入红色，但是并没有，你只是单方面被打，嬴政的怒气没有提升。所以我们看的时候不能只是看这个红色的标志，也是同时要看旁边的怒气。因为我现在是远征，所以它这边没有显示怒气，但如果我们正常战斗的情况下，在旁边应该会提升怒气才对。像我这个短影片就有显示给大家看了，除了有进入红色的这个攻击战斗标志之外，怒气也有在提升，证明说我的部队都有在打架。所以正常我在打架的时候，我都是会把我自己的画面偏向右边一点，就是我可以确保看到我的部队，同时间可以看到怒气还有这个战斗标志有没有变成红色。但是我在短影片里面有讲过，为什么我要多选几个部队。多选几个部队的原理就是在你战斗的时候很容易就把敌人给打死啊，尤其是你们打先锋王国的话，敌人阵亡得更快，所以我就需要多选几个敌人，然后敌人全部都会变成我的攻击目标，就算他拉扯离开了之后，只要我还在战斗状态，他回来的时候，我的部队自然就会打在他身上，还是一样会反击这个敌人。同时间你们也要注意看敌人的头顶上有没有出现这个生命值进度条的这个标记，像我这边就有显示出来，所以我就确保我是已经点击到多个敌人了。如果当敌人他逐渐死掉的时候，就会慢慢消失，这个时候我就要开始点选其他的敌人了。只是点那个敌人的话，其实他那个效率并不是很好，所以这个就是原理。然后现在我们要进行实践，也是一样，在远征选择第79个关卡，然后这边画面我也是会让它偏向右边一点，给大家可以看得比较仔细。当我们开始的时候，勾选所有的部队，然后靠近敌人之前，先让自己的部队集中在一个点上，比较容易操控，更容易的去让自己的部队点击到敌人，集中在一起，然后往前走。速度可能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啊，因为不同的兵种嘛，尤其是像你们有步兵、工兵、骑兵的话，会更加不一样。我选择了李成桂跟曹操，然后往后退后，再点击地面，让我的部队全部集中在一起，他们就会自然反击。所以像这个情况下，我点击了曹操跟李成桂，其中一个死掉之后，另外一个目标如果还活着，我的部队依旧还会自动反击。但是如果两个目标都消失之后，我就不会进入战斗状态，或者是还在战斗状态，但是我的怒气不会提升。所以这边就给大家看为什么我要点选多个部队的原因了。像这边我们可以注意看，李成桂已经阵亡，曹操也是阵亡了。所以设下一个部队的时候，它还有 AOE 可以让我的部队进入战斗状态，但是怒气不会提升。这就是为什么要多选几个敌人的原因。所以你们练习的时候，可以像我这样子，一直练习，一直练习，让部队先集中，点击敌人，多个敌人，然后再选择空地去操控。
但是你们在练习这个阶段之前呢，先练习好要怎样让你的部队集中在一个点上。很多人连第一关都还没有练习好，就要跳到我刚刚练习的那个场地了，就是多选一个敌人的那个部分。你们先把点击一个敌人的部分练习好先，也是一样的操作，让你的部队集中在一起，然后去点击敌人，确保部队全部进入战斗状态，怒气都有在提升。OK， 然后点击空地，部队没有完全集中在一个点上，就往后点击一点，然后再集中在前面，就这样子可以了。你的部队就会直接在一个点上，不会再扩散了。只要你们练习好这个步骤，就可以开始练习刚刚我所演示多点几个敌人的步骤了。但是我们战场呢，通常会被敌人往后推啊，所以你们也是要练习慢慢往后推，慢慢让你的部队集中。因为远征他的部队会追击你啊，野蛮人他操作起来会比较笨一点啊。远征练习是最好的，这样子往后撤。如果敌人他是往后撤的话，你也是一样，就是往前点一点，点半格就好，不要点全格，不要直接点到这个方向去。你最好就是点你这个部队圆圈后面一半的格数就可以了。因为你点太远的话，你的部队可能会脱离战斗，到时候你就要重新点过你的敌人。至于点点模式的话，我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点点模式其实延迟会比起我们近战还要更严重一点。近战它的反应会比较及时。那我自己所用过的设备里面，我发现到 iPad 的反应是最快的、最及时的。电脑其实会有一点点延迟，但是也就只有 0.1 秒到 0.3 秒左右，就不会延迟到特别严重。不过点点模式其实它的操纵方式跟我们近战是类似差不多，也是一样，把画面拉远一点，让你的部队全部集中在一个点上，多点几次，因为它反应会比较慢的关系啊。但是你用点点模式，你判断的时候要比起近战还要来得更快，反应要快一点，否则你的部队很容易就死掉。也是一样，让你的画面偏向右边一点，可以确保自己看到这边的标志还有怒气，然后点击敌人，再努力的把自己的部队全部集中在一个点上。如果没有集中在一起，再往后退一格，再往前，你的部队全部就会集中在一起了。就这样子练习而已，很简单了。也是一样，偏向右边，全选部队，然后点击敌人。但是用野蛮人练习有一个坏处，就是一直用你的体力药水。点击敌人，然后努力的让自己部队全部集中在一起，可以点多几次。你们注意看我那个滑鼠红色的圈，没有全部集中在一起，再往后退一点，再往前，基本上就会集中在一个点上了。多练习几次，往后再往前，往后再往前，确保自己怒气不要断。你要掌控好那个位置，到底在哪一个位置，你的怒气才不会断。如果怒气断的时候，你注意看你的画面右下角这边会出现这个战斗报告，就表示说你已经脱离战斗了。像我这边贝利 P 就已经操作失败，因为它怒气已经断掉了。这个你们多练习就可以了。基本上它的原理跟近战是一样的。那我自己个人用比较多都是用点击的方式很少是用拉的方式。有一些玩家已经习惯了用拉部队就比方说像这样子拉那个部队跑来跑去，但我通常不会用这个方式啦。那么以上就是关于野战战撸的教学。当然我这个方法不是唯一的方法，可能不同的主播有不同的战斗方式，只是我分享我自己个人的操作给大家知道。因为我看到比较多的主播通常他们只是点选一个目标而已就是比较容易操作。我这个多选几个敌人的操作其实会比较麻烦而已，有很大可能你的部队会被吃进敌人的人群，但是我这样子做的目的是为了要让我的怒气不要断掉啦，所以有好处有坏处。这个方法其实比较适合那种不太会拉扯的玩家，操作不是很好的玩家。那我承认我自己操作不是很好啦，所以我才用这个方法。如果你跟我一样已经厌倦了就是一直不断拉扯的话，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方法。那当然这个方法不是每个时候都适合用的。如果推进的很快，比方说你在追击敌人的话，不要用这个方法，你直接去点选敌人，让你的部队去追击就好，不用让你的部队全部集中在一起。另外一个就是敌人追击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跑了，你就没有必要再让你的部队全部集中在一起去反击。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希望这个影片有帮助到大家。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